貼着台灣海域現在開了嗎？爛到沒救啊！定值水域是12海里，限制海域是24海里。對於水文的調查，它的潛艇、水雷、登陸艦、反潛全部都調查得一清二楚。整個台灣的東部外海可能隨時都保留了海巡團艦在那邊巡航。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6月的兩岸台灣大事盤點啊，做了6月的全球大事盤點。衝康派卵馬英九有一個新的發展，馬英九的病況記錄表遭到瘋傳，請還病人馬英九親近晚年匿名爆料。總統是2024年的9月確診了阿茲海默症，樂易寶沒上市就在用，但總統也是人吶，1年時間而已。去年的10月27號又確診到了中期，近期看到這個表，沒想到又嚴重了那麼多，再不聽醫囑，病情會更快到晚期，真的不能再讓馬總統被打擾了。病人需要的只有好好。樂易寶專為早期阿茲海默症設計的單株抗體新藥，它其實早在9月之前就去檢查過了。2024年 Ranvali 美國 FDA 核准的處方藥，用於治療輕度至中度阿茲海默症型痴呆。因為馬家人並沒有說這張是假的嘛，在網絡上瘋傳的時候，這種東西既然你沒說是假的，我就可以轉傳。你跳出來說這個是真的，那我不能轉傳。如果是假的，我也不能轉傳。假的就散布謠言嘛。但馬家人啥都沒說。那據我所知啊，這個應該不是空穴來風了。觀察是記憶差，重複詢問當天的作息時間、出發的時間、行程還有游泳，忘記剛才講過的事情，並且多次的重複，像是會議的議題啊、晤談、參會還有車程中，忘記已報告的事項，像是活動的邀請啊，或是會議的內容。蔡旭成說很多事情馬總統都忘了，他都是單獨向馬總統報告，結果馬總統很多都忘了，有人利用這個忘了來操作馬英九，所以衝康派就是這樣。忘記日常生活的操作，電腦操作中英文的輸入法切換，每日收發電郵的習慣的改變，忘記怎麼寄電郵。馬總統為什麼後來家人決定讓馬英九基金會收起來？哇，如果這個表是真的話，那他還有辦法正常的操作馬英九基金會嗎？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哦。接收訊息的速度變慢，交談時無法接收正常講話的速度還有訊息，必須將講話的速度放慢，一次只能講一件事情，且要大聲一點。馬英九接受聯合報的專訪，其實就有人講出這個端倪。20分鐘就喊卡，馬英九專訪現場不斷跳針，蕭旭成無奈老長官忘了很多事情哦。當時是金溥聰所安排的。馬英九昨日上午接受了聯合報的專訪，親自指蕭旭成等人涉嫌背信。而根據風傳媒的報道，昨天的專訪過程中確實有些異常。這場看似精心的安排，由馬英九親自指控下屬的專訪，馬英九的表現卻與過往明顯的不同。馬英九在短短的20分鐘內重複同樣的言論與論述高達4次，讓在場陪同的戴霞玲臨時喊卡。儘管馬英九與記者都相當的錯愕，希望專訪能繼續，但戴霞玲仍決定終止訪問。有人持續的強調，我看不出來馬英九有失智啊，字寫的比我還要好啊。到時候如果開庭，馬英九要出庭作證，他有辦法出庭作證嗎？瞎挺說馬英九總統沒有失智，瞎挺金溥聰說法的人，到最後會不會後悔莫及呢？這件事情對於整個藍營是非常非常重傷害，尤其讓很多的觀眾他不想看，因為他們是相信馬英九，但是馬英九狀況他們不能接受，又有人不斷反覆強調馬英九沒事，馬英九沒有生病。媒體人利用這個大拉特拉嗜血人血饅頭的抖內，他說少康跌出排行榜，就在榜外，只剩電腦可以看，不會印到你。平均收視率只有 0.6， 連水災收視率都 0.6 滑落到 0.5， 但是其他新聞類全部都上去了，排名一口氣掉到30幾名，甚至掉到72、76名，收視率落到 0.5 與 0.49。那一段找了其他的名嘴去捧韓罵鄭，到現在依然不願放鄭甘休，到底要殘害自己的群體到什麼程度啊？面對馬英九的指控，蕭旭成第一時間回應表示，所有基金會的運作皆依馬前總統的指示處理，背信指控完全是莫須有。他也多次的強調，事態演進至今的主因在於馬前總統忘記了很多事，且遭有心人士挑撥操弄。剛才那個病歷表裡面不就完全的對應上了嗎？忘記哪一年卸任，忘記了任期，情緒起伏大，無法接受或包容不同的意見。從這開始不修邊幅，
沒有刮鬍子，上班日每周1到2次。衣服搭配問題，短袖襯衫內穿 polo 衫，襯衫的扣子有時候沒法扣好，穿過的衣服隔天重複穿，每周1到2次。馬英九超級重視形象，永遠穿得非常的得體。其實馬英九這個事情當時爆發的時候，我心情是很痛苦的，因為勾到我阿公的事情，然後我看到那些有權力的人，曾經呼風喚雨的人，到現在他們在社會有一定積澱的那一些大人物們，對於馬英九的事情去講去說，我其實是非常痛苦。站出來並不是為了站鄭麗文才出來站趙少康，也不是因為他中廣弄我的事情我才站趙少康或者站金溥聰的，最主要是我覺得最基本的人性。我就提示一件事情，你覺得趙少康什麼時候知道這件事情？你覺得金溥聰什麼時候知道這件事情？邱毅在我心中是正義的象徵，他以前跟綠的很不好，所以以前我們家都在罵他，各種極盡羞辱之人士。他的立場怎麼樣是一回事，但至少他的人格跟人品絕對是在線的。因為這個事情我跟邱毅老師聊過好多次嘛，然後我就很感慨地問老師說，老師為什麼這些人會這麼壞？他們不是還同學嗎？老師說這些人就一直都是這樣，他們只為他們自己，你還有很大的空間，不要害怕他們。他總是給我很多勉勵，你知道嗎？被污衊、抹黑、造謠、攻擊，然後疊加而來各種人身的誹謗，真正可怕的事情。所以衝浪派這個事情對馬英九的傷害，不只是對國民黨的傷害，它其實是對整個藍營社群的重傷害。後來董哥都變成正粉了，你想想看，這是什麼世界啊？我的天哪！董哥、猴子哥，人均正粉這還能有多瘋呢？極端氣候的事情治水預算的真相，賴清德說沒有治水預算嘛，又再次的凸顯出一個事情，台灣對災害應變能力真的是極其的脆弱。第二，我們的執政黨到現在每天在睡覺，在那邊裝死，在那邊北爛。第三，什麼都可以作為政治攻防，沒有毫無人性啊！最近就有人曝光說啊，1月藍白通過預算，綠委全部反對；1月16號藍白通過治水預算，綠人全員反對；1月16號卓榮泰花208萬包機赴日看球。那3月立法院正式通過預算，卓榮泰繼續不執行。當時韓國瑜宣布具有急迫性，攸關重大民生之新增資本支出新增計劃如附件，本院同意予以先行動之。卓榮泰反對。3月6號立法院通過急迫性民生預算，卓榮泰繼續不執行預算。去年賴清德自己說淹水都是中央的責任，今年藍白沒過預算就沒辦法救災，直接甩鍋，到底有沒有人性啊？別人當怪中央啊，自己怪預算啊，預算過了之後少淹幾公分就是治水有效，人民自行吸收啊，不是早就省了，好像700多億吧，3月就通過了，立法院全員反對啊，你民進黨全員反對啊，還跑去日本看球，通過之後行政院长還不附屬啊，雙標到底，詐騙就行，真的是惡官當道啊！這個淹水淹的什麼樣子？台南啊都沒報這個淹都比這個要比內湖跟內湖差不多了吧？可能比內湖還慘啊！整個台南浸在水裡啊！竹北有人淹死，竹北的市長，那他說都是新竹縣政府的錯，但是因為竹北市長是用選，所以決策權在他。來給大家看一下，車已經滅頂，但車主不在車內，最後在下游約100公尺處發現失蹤的49歲女車主已經明顯死亡。一條路已經淹水，就竹北市公所沒有把它封起來，他不知道因為雨太大，他就錄進去，錄進去之後水壓太大，他踢不出来，打電話給她老公說救命，她老公趕快去報案，等到消防隊來的時候沒了。然後鄭朝方啊，直接說這就是新竹市政府的事啊，推拖拉的求救電話，鄭朝方確認連甩鍋。竹北豪雨造成的仁愛街816巷的黃姓女子死亡。媒體報道，她生前受困洪水中，曾打電話向丈夫求救，但丈夫代為報案，隨後失聯。這不是冷冰冰的災情報告，而是一個人在生命最後時刻打給最親近的人求救，卻得不到市公所安全防線的悲劇。鄭朝方市長這一通求救電話，不只是家屬永遠的痛，也是竹北市政失靈最沉重的控訴。事發後，竹北公所召集變成鳳山西屬中央，縣道屬縣，封路是警察消防的權責。請問鄭朝方，市民每天通行的道路豪雨危險發生在竹北市，公所也是最接近現場、最熟悉淹水熱區的地方政府，怎麼一出事就把責任切得一乾二淨呢？這事前有沒有巡查？有沒有預警？有沒有警示？有沒有管制？有沒有派員到危險路段勸離？鄭朝方市長既然開設一級災害應變中心，就不能一邊宣傳最高規格應變，一邊說關鍵措施都不是公所責任。竹縣長就已經在玩責任切割了，那他選上不就從小政客變大政客嗎？真的很可怕，這些人真的很可怕。還有更誇張的，竟然為了護航高雄淹水，說高雄淹水是乾淨的淹水。
比較出優越感是這麼幸福的事嗎？好乾淨，讓我想到有人 po 日本積水的樣子，水真的好乾淨。台北是蟑螂水，高雄怎麼會是淹水？是湧泉呢？當年鄭成功登台，士兵沒水，當鄭成功拔劍朝地，鮮美的泉水破地激湧而出。這次高雄淹水根本就是重現鄭成功當年的神蹟，賴潤根本就是鄭成功托事，以後要改成古有成功賜劍湧泉，今有賴榮天賜神水。我靠，真的很靠腰。民進黨陸委會的海峽論壇經理，然後你只是搞事王啊！在6月初的時候就宣布了海峽論壇啊，禁止來地方政府參加。海峽論壇是大陸官方所辦理的民間交流平台，它由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就是國台辦，這個是一個很大型的一個論壇。兩岸交流它是非常有政治屬性，兼容所有的老百姓。每年啊，這個海峽論壇呢，其實都有相當多的人參與。台灣這邊呢，一般都會有5000到1萬人，包含在陸台胞做兩岸的一個部分哦。民進黨禁止黨公職參加，禁止地方政府參加海峽論壇，所以沒辦法，大家各顯神通啊。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4日下午在例行記者會上宣布，中共將於6月中旬舉行海峽論壇。鑑於此論壇是中共對台統戰平台，為因應中共借兩岸交流對台灣社會統戰滲透，政府對海峽論壇的政策立場如下：第一，禁止在台辦理海峽論壇相關活動，也不得與陸方合作辦理；第二，禁止中央機關、地方政府人員與相關活動；第三，禁止參加目的為消滅中華民國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或民主協商等活動。不知道他怎麼認定呢？真正禁止的原因是因為這一條海峽論壇被定掉了。海峽論壇被民進黨定義成是消滅中華民國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民主協商活動，所以呢，他才有第4條，就是說你要遵守相關法規，避免觸法哦。不然他在罰什麼？陸委會為了張凌赫事情在罰錢啊，就瘋了。更誇張的來了，今年最大亮點找了張凌赫，因為他是有文藝演出跟青年論壇。其實我覺得聽完是還好，就不知道為什麼陸委會覺得他是統戰，還是對陸委會來講什麼都是統戰。將軍的系統批判張凌赫，說是塗脂抹粉的將軍，沒有看到央視好像又在捧他。如果說他現在來了，到時候會不會他們又講說是我們這個什麼民進黨政府利用塗脂抹粉的將軍要詆毀解放軍的形象？他為什麼都已經預判到青鳥要攻擊人家了？原來他就青鳥頭吧？我看他曾經在微博上面說：“中國台灣省，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我們其實也不會因為他曾經發過這個，就說他可不可以來。哦，很囂張哎！我們也不會就發過這個就說他可不可以來。我覺得陸委會工作做得挺齊全的，攻擊、抹黑、詆毀，對吧？非常的高手。他現在就是一副很吊兒郎當的樣子啊！你來申請看看啊！我不覺得會因為這樣擋你啊，對不對？但是你回去要好自為之啊！他啊，這個也被解放軍批評是粉底液將軍哦。只是要說，他就算來，就像李遠部長說，會愛上自由的台灣。那如果他來會愛上自由的台灣，那你幹嘛怕台灣人去海峽論壇呢？你不自相矛盾嗎？這梁文傑是怎樣？左腦跟右腦打架是不是？就不敢正面剛張凌赫咩？這個張凌赫確實在台海兩岸的知名度現在是非常非常的高。更多台灣同胞可以跨越海峽來大陸走一走、看一看，兩岸同根同源，血脈相連，割不斷的文化根脈。閩南人主要發源於中國福建省南部，泉州、漳州、廈門等地，母語為閩南語。歷史上，大量閩南人渡海移居台灣與東南亞，如新加坡、馬來西亞，使這些地區也有龐大的閩南裔人口，成為當地主要族群之一。他講同根同源沒錯啊，只是不同國，除了原住民能靠北，閩南人、客家人都沒什麼資格靠北，不同根不同源。他很愛你演的戲，喜歡你的人格特質，但在政治上面的東西，麻煩你給我閉嘴。什麼同胞，同胞你媽！我們民族腦不會因為追星賣掉國家，好綠哦！不是這個戲都被中共廣電總局審查過了，照什麼樣的說法，通通都是你媽的統戰啊！好彆扭。誰跟你血脈相連？對我來說，你就只是中國的演員，跟我看美劇、韓劇、日劇一樣，就算主語好看，我們也沒有要跟你血脈相連的意思呢。難怪民進黨要定調張凌赫是統戰，重點是沒被出征呢。嘴巴上說知道你是不得已的，知道你很帥，我跟你不同國，但我還是繼續看你，我依然愛你。剛才討論這麼熱烈，有沒有覺得很針對內容討論？代表什麼？他們真的把它聽下去，代表這些人他為了看張凌赫，一定辦了大陸相關的賬號。來了，我們稍微解看一下張凌赫講話的部分。命中很重要的戰
跨是跨行、跨界，也是跨步、跨越。他第一段用了“跨”这個字，真的蠻厲害的。跨就代表說你要跨出去，跨海峽兩岸。他是告訴大家勇氣，因為現在確實在台灣，你要到大陸的是用跨的方式，等於是用自身的經驗，無形之中在置入你要從台灣跨出來。跟攝製組，我回到了甘肅，走訪了海上風電場，深入到超級充電寶地下廠房。只有身臨其境，我才真正感受到什麼是大國工程的重量，真切觸摸到中國生態轉型的溫度，更加看到了祖國蓬勃向上的光明未來。順便又把中國大陸的發展給帶入，而且很順暢的帶入到我們的視野裡面。想譴責張凌赫卻沒譴責，變成說還會跑去聽他講話，認為民進黨接下來是不會放任何一次海峽論壇，甚至連雙城論壇可能民進黨都很痛，因為大陸發展的太快，這些東西都是實打實，不是樣板。比如說南京雲景博物館，我們去過嘛，他那個雲景博物館本來快倒掉，是台灣人去了，帶了台灣的銷售模式，把這個雲景博物馆又盤活了，不然雲景博物館早就沒了。所以這個是真的深入到這個實際的例子裡面去，還不是隨便講講，隨便唬爛一下的耶，講的內容很實際。像我們這樣子去兩岸走訪，會覺得說他真的講的蠻實際的。除了這件事情之外呢，還有一個什麼？去年啊，台東縣長他跑去試駕了，來看一下。台東縣長饒慶鈴日前以錄影的方式為中國海峽論壇統戰活動獻上祝福。中央說要查處饒慶鈴上廣播節目為自己喊冤。民視新聞直接用中國統戰活動。有賴清德總統才參加外媒記者會，特別提到說，希望能跟大陸互相的合作交流，也希望跟習近平喝珍珠奶茶。如果這樣子的話，那現在台灣有一些民眾或者農會去參加海峽論壇進行交流，就要被陸委會偵辦的話，陸委會難道要偵辦賴總統嗎？為了台東的縣民，為了農產品的銷售，多做一些努力，而且這過去以來也不是沒有網例可循啊。再有這個行政院要用變形的標準，要小案大辦，我想是選舉到了，刻意來要做操作。主要是太荒謬啊，因為他等於說把海峽論壇當成一個統戰的問題的話，相當於是過去這幾年他沒有認定，那你們是不是放任統戰呢？就代表說民進黨還在做負隅頑抗，他們還是依然的希望挑戰兩岸的底線。因為最大的安排跟主動發起這個事件就是大陸，他們把張凌赫給找來，而張凌赫也願意加入這一場歷史革命當中。越近大家越是好奇，真的進得了嗎？這是一個巨大的溫差。鄭麗文與韓國瑜相繼訪美，麗文這一次去美國，好多人來看他，然後來跟他做交談。韓國瑜後來去說，他的規格非常高，眾議院的這個議長 Mike Johnson 有見強生議長，單獨見面。那當然這個事情背後肯定是有 Trump 做這個支持，過去從來沒有出現過的議長單獨會見立法院的院長。台灣在兩岸分治的狀況之下，還是會維持一定的主動性嘛？那這種主動性，事實上反而是能夠緩解美方對於台海兩岸敵意的一個好的機會。還有一個點是，見到的層級跟鄭麗文見到成績是一模一樣，代表鄭麗文並沒有什麼連降3級之說啊，完全就是綠媒造謠抹黑聲勢所出來。而綠媒呢說韓國瑜的聲勢比較高啊，其實完全大錯特錯。這事實上更顯得什麼？民進黨的尷尬，進入留校察看半放棄狀態。當然更直白的是啊，美方知道要拿到軍購這一些錢，不可能繞過國民黨。現階段中美 G2 架構之下，他不可能在未經北京同意之下，主動的再給發價書。留校保證當年也只是雷根的口頭保證，它只是一個行政上的慣例。但川普說太久了不算數，所以基本上是廢除了。美台之間的軍購問題會轉向一個中美之間的控管問題，誰能夠主宰整個國民黨的風向？一個就是韓國瑜，一個是鄭麗文。這是美國人告訴你的答案，就是民進黨現在的分化會有用嗎？會有這麼笨的國民黨的支持者會上民進黨的當嗎？韓國瑜好或壞是你民進黨可以定義的嗎？鄭麗文訪美行的成功或失敗是你民進黨可以說嘴的嗎？李賴清德有辦法到美國本土去嗎？你去了施瓦蒂尼，躲在井裡面，誰不知道啊？所以啊，這個挑撥離間本身就荒唐到了極致。訪美行，鄭麗文是輸出了很多的觀點，韓國瑜是拉高了格局。事實上，對於國民黨接下來在2026跟2028，尤其進入到28年的時候，還是要處理對美關係。美國不一定可以讓你成功，但它肯定可以讓你不成功。了解中華文化、中華歷史，才能友善擁抱中華文化，進而了解兩岸現狀，最終創造民族的輝煌。它是一個過程。是非割台，陸收回台灣東部海域執法權這件事其實影響是最劇烈的，永久改變了台灣東部海域的現況，包含但是海峽中線以西的大陸的執法更加的落實，更加不給你面子，只是民進黨不報包含金門、馬祖海，尤其金門海域，這個超好笑，一定要看，這個是傻逼中的傻逼。
呼叫中國海警31洞幺，這裡是中華民國海巡署台中線廣播。中華民國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與現狀。台灣人民在民主自由的體制下，創造了經濟奇蹟與民權的驕傲。你們應該回去爭取民主自由，解決經濟下行的問題，讓中國百姓過上繁榮安穩的好日子。現在立即轉向，盡速離開台灣水域，否則我方將依法採取必要行動。哎，我的天哪，真的是！誰家的那個海上巡衛隊裡面鏡頭還可以那麼的穩？如果真的在執勤的話，就遠遠的在那邊擺拍啊！而且你看它後面的浪很近，根本就是靜態的，跟那邊海上的浪根本就對不起來，太故意就是一鏡到底的感覺。軍购過才能保護保護我們的利益線。這個最好笑，超諷刺。麻煩海巡署在日本跟菲律賓同樣模式執勤，別兩套執勤模式，捍衛海權及漁民經濟漁權。謝謝你們。這是科研船哦，那為什麼來偵測水溫？海上穩定才能確保你們的國家發展。在監控畫面上，無所遁形向陽紅22科研船18號晚間11點35分在蘇澳外海進入我國限制水域，現在已經到限制水域了，太慘了吧！台灣進限制水域，就貼着台灣海域現在在開了嗎？爛到沒解。臨海基線臨海，黃色為臨海，淺藍色為臨街區啊。花蓮東部外海到這裡了耶！哇塞，爛到沒救啊！禁止水域是12海里，限制海域是24海里。什麼叫衝到24海里以內呢？對於水文的調查，未來它的潛艇、水雷、登陸艦、反潛，全部都調查得一清二楚。所以其實整個台灣海域最後那一段，本來解放軍相對資料比較少，東部海域在這次之後就會完全補齊。而現階段，在整個台灣的東部外海，可能隨時都保留了至少有中國海巡船艦在那邊巡航，而且可能隨時有科研船進來。這個是民進黨徹底的把自己所謂台灣的自主性徹底的放棄掉。所以賣台者是民進黨。這件事其實大陸是有受訪，而且是由外交部來回應，叫做收回執法權。大陸的用法很清楚，兩岸民進黨這樣胡招亂造之下，就是徹底的由大陸來主導一切的進程。全球大勢正在劇烈變動，台灣也出現相應的蛻變。中國大陸正在突破第一島鏈，而且不是過去象徵式的突破，而是全面的突破。民進黨的應對叫做海峽論壇禁令，還有對於台東向導性的調查。最大困境是外面頂不住大陸的步步進逼，對內整個內政治理爛得一塌糊塗，所以極端暴雨氣候現在才6月就已經頂不住了，所以民進黨只會更加變本加厲。而美國看到民進黨現在這樣子糟糕的態勢，也沒有辦法整合得了台灣，所以有了鄭麗文跟韓國瑜訪美的高規格的呈現。但是這個鄭麗文跟韓國瑜訪美高規格的呈現，尤其鄭麗文，他是打破了現在國民黨內部的既有架構，因此衝剛派亂馬英九就是一個反動力量的產生。這就是我們整個6月圖譜可以看出這整個的脈動。